各位好，我是杰夫。我们今天要去宜兰拍自由杯给大家看哦。今天大家应该会看到我开场的场景不太一样。我这次找到一间企业叫做台湾快线，那他们平常主要是做旅游包车、机场接送、结婚礼车。那近期很夯的就是防疫专车，他们在防疫专车这一块上面做得非常非常完善哈。看我刚刚一上车，全车消毒。附干洗手，附矿泉水，又附口罩，让我体会一下说，如果不是自己开车来台北以外的地方拍片，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，分享给各位。那我们就赶快去宜兰自由杯现场拍给大家看。喜欢我们的朋友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我们赶快出发，走。今天的比赛是110年全国自由杯中学组桌球锦标赛。那我稍微询问一下主办单位哈，宜兰县政府跟中华民国桌委会合办，这次使用的球是尼塔库的3星，桌子是使用 Stiga 的桌子哈。现场光国中组大概就有约100队左右参赛，一队差不多是6到8人，加上观众加上家长。大概就是上千人哈，光国中组的部分哈，非常非常的惊人。我们赶快去找欧式龙卷风叶教练来跟大家说明一下比赛赛制。嗨，好，这是我们的欧式龙卷风叶教练，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这次的赛事？那这个赛事它也是属于台湾一级的比赛其中之一，也是选手们由这个比赛来取得这个15、17、19青的门票。如果你是打团体前5的话，它是有3个推荐的名额，并列第3的话，它是6位的名额；前2的话，它就是有8位的名额。那这次没有个人赛，对不对？以前它是有个人赛的，那现在他们就是把它给换成是团体赛，它只有团体赛。单单、双单单，没错，5抢3，没错没错。他就会说来领取出赛名单，由教练去填，说第1点要填谁，第2点要填谁，第3点双打要填谁跟谁。重点来了，你把强的排在后面，你前摊点就输掉了，你强的都还没上场，你学校就输了哦。我们在排点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技巧？第一，想着对方的教练他们会去怎么排点，那我要怎么去排点来抓点？那往往在一个团体里面有战力会比较弱的选手，他要么排牺牲打，那牺牲打最好就是遇到对方的副将，然后我们的主将再去打对方的主将。如果说这个排点你没有排好的话，那倒就倒很快。那如果你有抓到点的话，即使你的团体战力是比对方还要弱的话，点有抓到，其实也是5-5开哦。团体赛它最关键的就是开头的局势不好，后面就会兵败如山倒。所以团体赛它吸引人的地方就在这里了。对，好吧，那我们继续把赛事再播给大家看。好，走。的淡江高中国中部张意涵选手，现在是几岁国手？现在没有，不要那么激动。我唱不出了。那我们就是淡江高中国中部的选手，对不对？现在几年级？我现在国3。那高中打算念哪？一样淡江。属于国泰的选手。闯出自己一片天。今年这个自由杯有没有特别做什么样的准备？对你个人来说？调整好心态吧。我的目标是一场都不要丢，就是每一场都进入状况，然后拼，
把自己做到最好。而且我刚刚看你是打双打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你很常跟郭嘉瑜还顺利吗？还行。会不会跟他吵架？会。爆吵，真的假的？冷战。为什么？我自己打球打不好，我会生气。然后他可能如果也偶尔失误几个，感觉我自己顾不好，也顾不好他，就感觉我们配得很差。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到你们双打的部分哈，来，我是淡江高中郭嘉瑜，就是刚刚意涵提到的，他们首次配双打，而且相当处得不是很顺的，你们默契有吧？有默契有，情绪不稳定是谁比较不稳定？都有不是不方便讲，是不同方面。他比较容易怎么样？在什么时间点会不高兴？打不进的时候他就会爆掉，会跺脚这样？不止，不止啊，三字经。不好说。那他呢？他是比较容易怎么样？其实差不多，一样是打球方面的。但是我觉得我个人不是打球，我个人是比较在意有没有想法。OK。因为我觉得打球有想法很重要。对。没有想法，我觉得他到底打什么东西？那谁会先主动分享给对方战略的部分？我们很少讨论，在我生气的时候就不想讲话。所以我喜欢冷战，基本上不会看到我们在讲话。那这样子，你们知道对方在想什么吗？用猜的吗？我觉得我知道我觉得我大概知道，但是我就不想跟他讲话。但是不会是责怪对方的那种吧？不是，就觉得我做不好，就觉得很崩溃。那如果赢的话，会很顺吗？通常就是我们两个都打进就很顺，看起来心情就会比较好一点。那你们怎么去转换那个输赢？我们双方就是先把球固进就好，想办法让自己的队友上手，或是打一些上风的球。我会先让自己冷静好之后再做调整会比较快。我自己是脾气方面的，我只要一冷静之后什么都好打，真的。就我有发现你真的是那种会就是好像活在自己世界里面，甚至好像就是没什么朋友，好像很难相处。但其实他个人不会，他很可爱的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期待你们明天继续很好的表现。昨天晚上的住宿很特别，是我大学的同学，他筹备要开幕一间民宿，就在宜兰，我就来借住一晚。他是我们的 Bruce， Bruce 在这，对。那怎么会买在这边？我觉得就是说，我们要走的就是走向大自然，像我们就是在东山河的附近，呼吸到很多新鲜的空气。其实我蛮期待，就是你赶快完工，我们没事可以带一些国手来玩乐这样。然后民宿的名字叫什么？要不要跟大家说一下？我们现在叫做城中草居，因为现在民宿还在申请牌照，是不是？对，没错。我们预计4月底到5月初左右，OK，跟大家见面。我们可能在开幕的时候也给观众一些小秘史。你有一个 QR code， 对不对？对。我们就把那个把 QR code 放在这边好了，放这边好不好？我们把 QR code 放在这边给大家。暑假如果有计划来宜兰罗东玩的人，可以让我大学同学来招待你们。那他现在带我去比赛会场，我们赶快带大家去看比赛，走。
现在请到我们的淡江高中国中部的教练邱世晃教练。我们在成人国手选拔赛的时候有拍到邱教练，你是打长科，对，而且比较会流手汗。没有。对，现在也在流手汗。你带国中部带多久了？其实我刚转教练2年。那我看你跟选手的互动其实还算蛮亲密的，蛮要好的。有一些是啦，但有一些还是要对他们凶一点。像哪一些欠凶？可能对，就这个，你看他看到我眼神就逃避了。哦，还算乖巧吗？其实还算好带。而且女生真的会有比较放心的感觉吗？其实反而比较不放心就怕他们太笨啊，然后会被骗啊。很单纯吧，毕竟才国中。你会怎么样跟你的选手们去做沟通或协调的部分？可是我觉得每个人问题比较不一样，就会针对个人。像有些人是会很紧张，然后有些人是会放空，每个人的状态不太一样。然后有些人是不紧张，可是就答不出来。你会一这样子针对个人吗？比较会。看来女生的方式就真的是比较属于温柔型的方式在对待。所以要打要骂吗？没有，就都是教练被打。那我们改天就希望可以邱教练可以来帮我们分享一下长科的部分。好，如果有机会的话。那今天再次感谢我们邱教练，希望我们淡江明天的比赛可以非常的顺利。代表什么学校？我们是代表南门国中。然后自由杯第5名，开心吗？开心。今天这2天谁打得最好？大家都打得很好。那谁年纪最小？你啊，你几年级？5年级啊，小5。哦，恭喜你们，谢谢，耶！今天要回台北，真的好险有台湾快线全力支援我们拍摄哈。我可能要充电，我可能要寄放东西在车上，其实他们服务真的很不错。随时口渴，车上还有水。我刚刚中午拍一拍，请司机帮我去买便当吃。如果你有工作上有用车的需求，或者是出外旅游有用车的需求，其实找台湾快线真的是蛮划算的比自己租车方便太多了，而且跟自己租车价钱可能差不多，乘客险还保到1000万。这次的体验很不错，好吧？那这集就到这边，喜欢我的朋友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我是杰夫，我们下期见，拜。妹妹，请问这什么机制？